嗨，我是 Stella。今天好冷哦，大家都把毛衣拿出来了吗？上次的感情诈骗大家都看了吗？那这次呢，也是网友热心提供的诈骗案例哦。而且很惊人的是，这次的金额直上300万。一样想分享自己的经验的人，可以传到我的 email 来，记得码掉自己的个资。开始前先宣导一下上次的抽奖活动，你抽了没？超级简单的，不要错过。要谢谢这次提供诈骗案例的网友 H， 他打了一份整整齐齐的 Word 给我呢，真的太细心了。那我马上进入事件的中心，之后再聊聊网友 H 他自己的心得，还有防范和处理的方法。网友 H 呢，在今年的8月中的时候开始使用 Pairs 派爱组这个 APP， 在9月4号那一天遇到了荣小姐，那就让断断续续聊了几天以后，对方以就不常使用 APP 为由，就私下交换了 Line。这边稍微补充一下 ，Pairs 男生呢是要付费的，再来因为 APP 是不能截图的，所以这边没有办法附上他们这之间的聊天记录。后来对方也以吃醋为由，叫 H 申请退会。那原先派爱组的机制，再加上他现在这样的说辞，我们可以合理怀疑他是怕他这个账号被检举，就先降低风险了。那我们来介绍一下诈骗荣吧。那 ID 呢是徐有荣，自称在高雄做红酒贸易。一开始呢，跟一般网友一样，聊聊各自的兴趣啊、个性啊、价值观啊、宠物啊，还有一些断断续续的投资话题。后来慢慢变成暧昧关系嘛，然后营造出他好像就是这辈子在等你的那个人。那进度也很快啊，就开始进入互定终身的愿景，就会开始说一些未来结婚的构想啊，比如说共组结婚基金之类的。画一下关键字哦，宠物，偶尔来的投资话题，互许终身，还有共组结婚基金。这个发展跟我们上一支影片有87分像，他们是不是上同一堂诈骗课啊 ？OK， 那前面既然论及婚嫁了，该为双方的未来做打算了吧？前面撒网了，现在总要捕鱼了。于是介绍给 H 他平常操作的外汇投资平台，那教导他怎么开户啊。一开始也说啊，只要用几万元，然后跟着他一起操作就好了。那同时也会给你客服的官方 Line App， 就好像他们服务很周到、很快速一样。那当然咯，一开始的小获利都能顺利的出金。后来在聊天过程中，他也会展示他一些在这个平台上的神操作，让你呢可以卸下心防，然后甚至呢还会时不时的灌输你要钱滚钱啊，去贷款啊，去拿更多的钱进来啊。好啊，那结婚的大饼画的差不多了，要亲自实践了嘛。为了取信于 H， 他呢直接转了100万台币到 H 的平台账户。那转完钱以后，就会开始糖果鞭子并行，一边约见面啊，谈论两人的未来，一边呢说要再拿更多的钱来准备10月初的大行情，怂恿 H 呢去借钱，车贷、信贷样样来。当时呢，感觉就像是被鬼遮眼，陆陆续续的放了200多万进去，就是希望可以赶上他所谓的大行情。紧接着下一招就来了，结婚嘛，总要有2人的爱的小窝。诈骗人说自己向父亲借了1000万来操作这个大行情，希望网友 H 可以再凑1000万，2个人总共凑足2000万，一起赚上一栋房。但因为 H 当下手头上没那么多现金，所以就向父亲商量。父亲听了以后觉得不太对劲，准备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申请出金。但就好像被心电感应了一样，诈骗人这时好意提醒说，你可以跟客服申请汇息哦。一申请不得了，出金居然被自动取消了，解除枪刑绑定，还要付高额违约金，所有出纳手段都被卡住了。这时候H 突然就醒了。H 呢试图早点卸锁，果然 Line 里面传的个人近照自拍，拿去以图搜图以后是江苏某个网友微博上的照片。诈骗人呢可能也怕说照太多个人近照自拍会被发现不是本人，所以就开始发一些无脸的提神照。天哪，好辣哦，受不了这应该不会被黄标吧？你们不要检举我。
因为都到现在这个境地了 ，H 呢希望多少能拿回一些本金。那11月3号的时候，实际让对方看到说，我的账户有1000万哦，但是呢，我爸说要先出金330万，他才会把本金加房款1330万汇入账户。那诈骗人当然千百个不愿意到手的肉就这样飞了，但一方面1000万的肥油还在眼前滴，怎么可以错过啊？所以开始感情勒索，当 H 说，结婚是2人的事情啊，一边威胁说行情错过的话2人就结束了，不是0就是100，一边说H 你是我对的人啊，所以我才会这样说话啊。对，还是前面那招，就是糖果鞭子并行。不过这时候 H 已经清醒了，2人都在演戏，就看谁先不耐烦啦。那当然是诈骗荣先不耐烦了，开始闹脾气，装可怜。暴气威胁，其实很简单啦。眼看 H 不再汇钱到平台，他打算赚最后一波，发现了爱我就会汇钱这招没用，就开始威胁说，把一开始我汇到你账户的钱还我，不然我就对你不利。所以他一开始汇到 H 账户里面那个100万台币啦，可是他现在要求不能从平台汇给他，一定要另外呢汇到他的银行账户。那 H 当然不答应啦，结果就演变成诈骗荣要找爸爸闹人的地步，最后呢撂下狠话就消失了。那诈骗人掰了以后，我们来看看后续发展。平台租金都没有下文，他询问客服以后，客服说金管局要求找20%的税金，可是当 H 要求提出公文，客服也拿不出来，最后还恐吓人说会找人到你家去收税金。到最后真的直接不演哪个客服会对客人说你没资格，你爸气死，还威胁说要去家里讨钱还好截图截得快，对方不知道为什么通通收回了。好，那我们来说说结论吧。H 的切身之痛，他想要告诉大家，交友过程中如果对方有给你任何平台的话，你不要想说先去注册看看，这跟毒品一样，一点都不要去碰。只要开启第一步，对方有各种沙盘推演过后的脚本，会让你一步一步掉入陷阱。再来是一切的金钱交换都等到真的去登记成为夫妻以后再来去执行。如果你真的对投资很有兴趣，最好可以是使用金管会有监督的经营商，比较有保障。那网址一样放在留言处。那再来是防范和处理的方法，先打165询问，或者是去165的官网查询。如果不幸真的已经被诈骗了，一定要去报警，去当地的派出所做笔录，记得一定要拿报案的3联单。如果你不太确定网站的真实性，可以使用 Hois 搜寻引擎，一样链接放在留言处。如果你发现搜出来网站才创立没几年的话，那大概都是诈骗啦。最后呢，如果你真的被拿了个资或照片，然后他恐吓你或你的家人说要对你们不利，你不用怕，他真的只是要吓你，目的呢是要让你失去思考能力，进而屈就于他们的条件之下，例如说再多给点钱这样，因为他其实巴不得你找不到他，他哪会跑出来给你抓。希望今天的影片有帮助到大家。不晓得之后如果我们举办一个线上的匿名讨论会怎么样啊？有什么不敢跟家人或朋友讨论的，都可以跟我们这群陌生人讲讲心事。有时候真的压力大到想要跟不认识的人说话呢。不过这些都只是提案啦，欢迎在留言处说说你对这件事的看法。当然最重要的，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好吗？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